香港結婚，除咗着婚紗，仲會着會諗起裙褂。裙褂咯，裙褂。老一輩一講到裙褂，就會諗到冠南華。呢個出名嘛，我套褂喺呢度。喺冠南華可以揾到香港殿堂級嘅手工裙。我哋嘅裙褂咧係一個婚禮嘅靈魂啊！演藝明星、政商名流，甚至你同我嘅媽媽輩，可能都指定着過冠南華嘅裙褂。最近就係Tyson Yoshi 嗰套衫咧就特別流行。而家香港越嚟越多單身貴族，但冠南華依舊為香港人籌備最傳統嘅中式婚禮，承傳華人社會對新人嘅祝福。男家要做嘅要兩籃椰子啦，咁女家咧就有個回禮茶禮嘅。你哋就冠南華就包晒㗎啦？包晒嘅。今集香港製造要講嘅係裙褂之王冠南華。冠南華係傳統中式婚禮服裝嘅老字號，彌敦道嘅雙霓虹招牌係遊客嘅聖地之一。叫得裙褂之王，係因為佢最出名嘅就係純手工刺繡裙褂，隨便一件都價值過萬。而冠南華已經經歷咗3代人，由 Winnie 接手，引入咗西式婚紗、晚裝同媽媽裝等等。比起上一輩，將冠南華又創高峰。咁冠南華咧已經有80年歷史㗎啦，我咧就係第3代㗎啦，係我爺嘅時間咧就喺廣州啦，咁佢就做一啲係雜貨形式，就有兼賣裙褂嘅，但係唔係主力。直至到我阿爸主攻裙褂生意啦，亦都當年我聽佢講咧係投資到好大個俾傳媒嘅錢，尤其是做電台，日日播咁。谷起呢樣嘢，因為係60年代係谷起呢個裙褂生意。咁我自己畢咗業之後，我又自己出去打過工啊，做過啲貿易公司啦。咁做咗2年嘢，我係自己開鋪頭嘅，賣手袋嘅，有少少狼個頭，因為30幾年前嗰個月租係11萬，辛苦到我咧。咁直至我點解唔做咧？就係97咯。咁屋企人就話不如你翻嚟幫手啦。我接手嗰時就已經喺呢個彌敦道呢邊嘅，但係我哋之前就喺上海街。上海街以前係成條街都係裙褂鋪，好大競爭㗎。由旺角嗰度一路掃落嚟10幾間裙褂鋪㗎。當時咧其實咧就係裙褂行業咧都叫百花齊放㗎。相對嚟講，其他嘅第一代已經係式微晒，所以就係話諗起老店咧就會諗起冠南華。冠南華可以話係由裙褂生意擴展到一站式嘅婚禮服務。新人嘅禮服、4大長老嘅晚裝、過大禮嘅禮包、主持出嫁流程嘅大妗姐，實行你諗到嘅婚禮服務，冠南華都做得到。嗱，我哋主要嘅業務咧就係主婚日嘅婚禮服啦，可以咁講。同埋就係精工嘅禮服啦，就其他咧我哋有過大禮啦、大妗姐啦、律師證婚啊等等，你諗到相關嘅服務，我哋都可以提供嘅。呢啲叫增值服務，就全部係我後期就要增潤嘅啦。即係中意我哋嘅品牌嗰啲咧，即係我哋會做好個服務啊，同埋佢會信任你啊嗰啲。其實我哋做口碑生意。你啱啱見到啦，有台客係成家一齊嚟噶嘛，咁我哋有長老噶嘛，媽咪嗰啲就會話：你做咩唔做埋媽咪衫啊？咁就咦，我聽下係嗰啲，點解我唔做埋咧？都係關於婚禮噶嘛。咁我就開始走去西班牙啊、巴塞隆拿嗰啲婚紗會咧就。揾歐洲衫啦，揾婚紗啦，同埋媽咪衫，我哋都係揾歐洲同美國，你有個獨特性啊嘛。嗱，我哋又見到有啲金喺度啊，點解要撈埋金器咧？嗱，嗰啲係珠二繩嚟嘅，咁所以我唔怕擺喺門口嘅，因為唔驚打劫嘅。如果真係打劫，隨便攞啦。有時咧去試褂，你知啦，都係輕收金器噶嘛，嫁女，咁可以俾啲客即時去襯啊。咁同埋咧，當嗰個金價貴嗰時候咧，就真係有客人去租㗎啦，但係如果啲金價平嗰時咧，咁啲長老都會買翻啲金器嘅，就唔需要呢樣嘢。裙褂承繼咗女性漢服上衣下裝嘅結構，同時吸納咗清代旗裝嘅立領、衣襟同繁重嘅刺繡工藝，加上現代化嘅立體剪裁，現今見到嘅裙褂可以話係行走嘅傳統美學。呢次我哋更加嚟到
香港知專學院非常介意裙褂之變奏嘅展覽，邀請到時裝及形象設計學系嘅陳 Sir 深度講解裙褂喺香港嘅變遷。咁我係來自香港知專設計學院時裝及形象設計學系嘅其中一位講師啦。某一年呢，我哋收到一啲嘅捐贈，就關於裙褂。裙褂其實都係喺非遺嘅其中一個項目入邊嘅，咁我哋會覺得裙褂都係其中一個我哋香港一個好獨有、南方好獨有嘅文化，所以咧我哋就構思咗呢一個嘅計劃啦，或者係我哋嘅展覽啦，就想去傳承呢件事，教育公眾，由你媽媽將佢以前着落嘅裙褂傳俾個女，到個女結婚嗰日幫個女拉鏈呢一刻嘅祝福，就係呢一種咁動人同埋咁獨有嘅一個中國人社會嘅情與情之間嘅聯繫。年輕一代其實係真係仲係佢結婚一定租褂，只不過佢係消費喺呢度嘅價錢係幾多啫。以前咧就可能佢會比較個消費，佢會注重多啲。咁而家可能冇介意，可能啲 budget 緊啲，就可能普通啲一般身佢都 OK， 但係都着。即係嫁得好娶得好上一代，咪幸福的承傳咯。或者通常都係話媽咪喺度出嫁，佢就會跟住嚟。Winnie 咧會定期揾師傅製作褂片，喺紅色布上刺繡。當有客人想要買全新嘅裙褂，就可以用刺繡好嘅褂片，2日內完成一件獨一無二嘅裙褂。不論旺淡季，Winnie 都會定期請師傅繡褂片。除咗係未雨綢繆嘅準備，仲係保障手藝師傅嘅生計。留住人才嘅人情世故。以前啱啱初代嗰時咧係有旗人，即係嗰啲清朝嗰啲後人係做呢個刺繡嘅初期，但係後尾慢慢呢個式微嗰時候咧，佢哋退休啦，咁所以全部主線都係大陸繡嘅，所以係兩邊都有嘅。嗱，如果係譬如你話褂皇為你而製造嘅，咁係由1年時間嘅差唔多。但係我哋冠南華嘅好處咧就係，就算我淡季旺季乜嘢季，我係穩定地要叫師傅。就算我冇單，我都要穩定地叫師傅去開工。我可以俾一套褂片你睇，呢啲褂片我哋叫片啦。我哋係有客冇客，我哋都要製造定喺度。咁呢個裁咧，如果佢急嘅時候，我哋甚至可以喺2日內幫佢裁好去拎埋走咁樣咯。嗰啲係咪叫卜繡啊？即係上高嗰啲通嗰啲龍鳳咧就係卜起嘅。就係嗰啲叫做卜繡，咁以前咧都有平繡嘅，即係個龍鳳係平嘅，咁但係慢慢啲平繡又冇咁靚，咁所以我哋已經係放棄咗要平繡啦，寧願係加多少少錢去做全卜咁樣咯。裙褂嘅刺繡工藝由工具到圖案都非常講究，當中嘅卜繡比起而家嘅立體繡花又有少少唔同。點解會你見到可能龍鳳嗰啲頭啊身啊會脹起嘅咁樣？咁首先喺個圖案上面咧就會放一塊布上去，跟住咧就係揾啲針捆咗嗰個位置先，勾拉咗佢，之後即係漏個窿仔就塞棉花啦。咁塞完棉花之後咧就修理翻多餘嘅布，之後再封翻佢，即係脹咗之後咧喺上邊咧就做一個叫做盤金嘅動作。咩叫盤金啊？佢係2條，一係金一係銀一 pair 嘅。一路喺個圖案一路捆住。嗱，你如果幻想下有一個圓形，咁我咧呢個咧就會係一 pair 線喺出邊一路捆，繞到去入邊。好啦，未停，要喺入邊再翹翻佢出嚟，兜翻佢條線出嚟，咁先完成。咁即係話點解咧？條線係唔可以俾佢截斷，同埋要一氣呵成做晒呢個動作。喺傳統中式婚禮裏邊，裙褂係新娘出嫁嘅靈魂。而點樣去欣賞裙褂呢？Winnie 就拎咗一套褂皇同褂後做對比。褂皇用金銀線刺繡，密度為95% 至100%，係裙褂等級中最極致嘅代表。而褂後嘅金銀線密度就係85% 至90%。嗱，裙褂咧就按個密度而分嘅。呢一個咧就叫褂皇，隔離呢個見到少少紅色底部咧就叫褂後。有咩叫褂皇咧？就係用金銀線。一針一線繡到你係基本上係望唔到紅色嗰個底色嘅緞布，就為之褂皇啦。咁你見到80% 嘅程度嘅刺繡咧，就叫褂後啦。然後一步一步咧就係5幅褂啊，小5幅褂咁樣。
嗱，咁中國人咧就係好聰明嘅，佢將所有好幸福美滿嘅圖案咧就擺落一個嫁衣度。咁龍鳳咧就以前帝王嗰時著唔到噶嘛，咁當可以着到嘅時候，龍就代表係新郎啦，呢個鳳咧就代表係新娘啦。咁然後有一啲吉祥嘅花卉啊，仲有呢個咧就係嗱，呢個係五福，你會每一邊咧都睇到一個福鼠有5隻嘅，就代表五福臨門啦。咁另外咧，除咗龍鳳之外，仲可以喺裙褂度有一啲咩配搭咧？可以擺雙喜啊，可以擺金魚啊，又或者係可以擺鴛鴦一啲係幸福嘅寓意咯。以前嘅裙褂係由媽媽刺繡俾個女出嫁着嘅，而中國人就會巧妙地將所有象徵幸福美滿嘅元素刺繡喺裙褂上面。中國人非常之有寓意嘅，好多嘅圖案都有佢哋嘅解釋。點樣代表財源廣進啊？點樣代表恩愛啊、情長啊？呢啲全部都有可以擺在喺度。其實我哋仲有好多唔同嘅，譬如鯉魚啊、其他嘅鳳凰啊，底面我哋都可以攞嚟做嘅。以前大五福、中五福、小五福，佢哋叫五福褂嘅啫。同埋以前係冇褂後嘅，其實都講緊係大五福嚟嘅。咁後尾咧，啲人就話不如加多少少嘢啦。咁啊。加多少少嘢又好似又未去到褂皇，又未去到大五福咁少喎，咁多，咁不如中間先至加多個品種俾佢叫做褂後啦咁樣，跟住一路咧坊間就將佢再慢慢延伸咁分開啲5種嘅分類。嗱，我哋呢一個區域咧，我哋展現咗首先有5件啦，第一件咧就係我哋嘅褂皇、褂後、大五福、中五福、小五福。你會見到咧件衫咧呢度係。個裏布呢度咧，我哋係會打開佢嘅。原因係因為好多師傅都話，因為租啦，咁佢哋都可以伸隻手入去修復翻件衫嘅繡花。嗱，以前嘅裙褂咧喺50年代之前咧就係上黑下紅嘅。咁黑色咧都係一個莊嚴尊重嘅嘢嚟嘅。咁但係咧去到50年代之後咧，大部分咧通常都變咗上紅下紅噶啦。呢一套咧就係講緊媽媽嘅裙褂，你會見到媽媽嘅裙褂係咪比較莊重啲啊？好多時都會用深紅色或者係棗紅色，因為擔心鮮紅色係搶咗新娘子嘅風範。都係嗰句啦，問下你哋有冇見過粉紅色嘅裙褂？有人講過妾侍先着粉紅色嘅，咁但係我想講係因為以前係一夫多妻制嘅時候咧，係只有大婆能夠着得紅色，所以佢哋妾咧就可能着其他顏色啦，就並唔係粉紅色等於妾侍，只不過係妾侍不能着紅色啫。咁我哋幫粉紅色平反。咁但係通常啲人就點解咁講咧？因為佢哋揀咗粉紅色。係，所以咧呢個有少少嘅典故喺度啦。呢套衫係喺70年代嗰陣時都係好興嘅，因為嗰個年代譬如啲社會反映翻經濟嘅情況啦。譬如好似我哋阿爺阿嫲嘅年代，當時都會好興係做工廠加工，攞啲嘢翻屋企做啲穿膠花啊、穿珠仔啊、穿錶帶啊嗰啲。咁當時呢啲珠仔係好流行嘅嗰個年代，咁所以咧就用咗呢個珠仔做呢個褂。咁有咩好處咧？經濟快脆，咁所以亦都嗰陣時好多人都係可以負擔得起咯。咁呢一套咧，你見到，咦，佢又係豬仔喎，咁你係咪又想講豬仔褂咧？咁但係佢有少少唔同啦。你見到佢個圖案咧係以花去做元素嘅，咁呢個係一個另類嘅裙褂，即係多個選擇俾啲人係唔中意龍鳳啦，甚至乎想中意清幽少少嘅選擇。咁但係不過佢都並唔係一個主流嘅裙褂嚇。由於裙褂嘅刺繡貴重，唔可以就咁掛起嚟收藏，亦都唔可以壓扁佢，所以一般都會有定製嘅鐵盒。而家 Winnie 就帶我哋去參觀收藏裙褂嘅心臟地帶。嗱，呢度係我哋咧擺褂嘅其中一個倉啦。咁我哋有幾個倉噶，你見到咧，我哋會分類啦。呢個 M 字頭咧就係我哋嘅中五福褂啦，包括係唔同嘅客人，我哋租咗風褂嘅時候，我哋要擺住喺唔同嘅地方啦。亦都有梳褂啊、麥地褂啊，樓上個角仔倉都有嘅。咁就點解要用呢啲鋼箱咧？就唔可以俾佢壓扁套褂嘅，所以每一套我哋要獨立咁樣學住。呢啲箱都係要獨立製造。冠南華喺60年代賣行廣告，經典口號深入民心，加上大大個霓虹招牌喺彌敦道閃下閃下，成為2代人嘅集體回憶。但80年代西方風氣傳入，裙褂開始有老土嘅形象，導致生意平淡。但 Winnie 主動出擊，
更吸引到明星結婚時都嚟揀一套。喺名人效應下，一個 IG post 個個都翻嚟租裙褂。嗱，60、70年代點解最好咧？因為我爸真係用咗好多資源去做呢個電台廣告啊！問翻阿媽咪或者嫲嫲嗰啲咧，係嗰個有個 slogan 嘅直情，嫁女啊嚟冠南華啦，娶新抱啊嚟冠南華啦。有時啲媽咪話翻俾我聽，你哋以前啲廣告好勁，咁啊變咗深入民心。咁直到去到80年代咧，就係平淡咗，甚至啲 job 啲西方風氣帶入咗啊，中意着婚紗啊嗰樣佢。啊！你呢啲就叫老土，咁所以就有10年8載咧，就係有少少抗拒嘅啲新。唔使我着婚紗得啦咁樣。但係到90年代咧，有啲明星咧又着翻起啦。咁其實而家咧每一次有明星着翻起咧，嗰套衫咧就特別流行嘅。譬如最近就係Tyson Yoshi 咁啊。咁一般咧都係新娘揀褂嘅啫，新郎咧就係帶住個人而嚟嘅啫。我就係諗緊計點樣可以令個新郎哥都要着埋咧咁樣。咁所以咧我就入多啲款式先啦。即係個新娘係明星嘅時候，我哋會叫佢先生着或者又有啲古裝片啦。咁令到啲風氣咧就一個肯着，之後就個個都肯着。其實行第一步啫嘛。咁我就可以變相將個生意乘以2倍啦。以前就淨係做新娘生意，而家咧就做埋新郎生意。就而家係10個9個都着㗎啦。講下咧，就唔知點解俾人拉咗去試裙褂啦。而試裙褂咧都有禁忌嘅喎。見到只係着住上身，2隻手拎住下裙，原來唔係員工偷懶啊，而係一生人只着1次裙褂嘅禁忌。新人只會喺大婚當日先正式着晒成套，所以試着嘅時候咧只會着一半。咁我哋想講下啦，裙褂好多人都講係咪只能夠一生人着一次呢？係，不過少少嘢要去講下。裙褂喺結婚前只能夠係着一次，所以你去試裙褂嘅時候咧，會可能係着上身啦、拼下身啦，或者調翻轉。但係當你結完婚之後咧 ，OK 啦，套裙褂咧你可以有節日又可以着，你喺3朝回門嗰陣時又可以着。因為咧我哋係引證過就係有啲嘅大家族，有啲香港嘅豪門。佢哋喺有新成員加入嘅時候咧，全體嘅女士都會着佢自己嗰套嘅裙褂，因為佢哋嘅裙褂都係自己買嘅。咁你會見到啦，唔同嘅花紋啦、密度啦，同埋嘅顏色都係好特別嘅，好多唔同。Winnie 喺接手嘅30年嚟，真係改變咗冠南華好多，保證裙褂嘅每一寸都着到新娘最靚，又迎合年輕人搞網頁，實現網上交易，適應未來嘅消費趨勢。仲有專屬嘅刺繡子孫帶，做完套褂仲有樣嘢可以留念。嗱，譬如你話而家，譬如有啲後生仔咧，佢真係話，我真係唔着褂啦咁樣。其實我哋都有一個概念咧，就係話可唔可以做到一啲好型嘅 T-shirt 啊，用機繡㗎，或者係用人手刺繡嘅，整一啲圖案落去，咁就呢一 part 就可以，亦都可以賣俾遊客咯。咁呢樣嘢就係我針對日後可唔可以？任何等嘢都可以係擺上網去同你完成一單 deal，因為其實日後真係呢條路會越嚟越多咯。同埋你見到我哋而家咧有啲子孫帶，咁用完之後你咪可以永久珍藏咯。有冇國內人落嚟訂裙褂㗎？以前多啲，我都好多謝香港嗰啲的士司機。點解會知道我哋冠南華嘅？佢話佢搭的士嗰時，佢話香港邊個裙褂店最油面咁樣，佢就直接車咗嚟呢度啦。即係香港個質素係好過，爭好遠，爭好遠。佢哋咧真係每一件衫咧，佢係計價錢咧，就係計你刺繡到幾多。咁所以咧就會變成好容易出現縮水褂。哇！你嗰個膊頭根本都爭咗成兩邊爭咗成1寸，你咁樣縮水褂其實係唔好睇嘅。你望我哋呢啲真係真材實料，我寧願咧呢啲位用唔到，我剪咗佢。呢個係中國人嘅禮服，你可以簡化程序，但係你係一定要着咯，真係珍貴的歷史。你第日好多年後，你睇阿嫲後生嗰時結婚嗰時，係咪你冇咗呢張相，你係 miss 咗一 part 嘢㗎？譬如我第日我仔娶老婆，我都好希望你着翻一套褂咯。講到一站式服務，只要係同結婚有關嘅，過大禮套餐、聘請大妗姐，通通都可以嚟冠南華揾到。如果租咗衫咧，我哋特選客戶咧，咁就有個優惠嘅。咁咧有啲咩咧？有男家要做嘅要2男椰子啦。咁女家咧就有個回禮茶禮嘅。茶禮即係大發包嗰啲，煎堆紅包啊，各8個嘅。咁咧就
回奶咧嗰個就天丁薑芙蓉扁柏嗰啲咁樣嘅。咁咧有男家仲有兩籃海味啦、兩籃生果啦咁樣。到時女家咧收一半回一半，俾翻男家嗰邊嘅。咁咧就回翻個回奶茶奶咁樣，就係咁咯個流程。呢個就係最簡單嘅，最簡單嘅，最簡單最傳統㗎啦。但係都好豪華㗎啦呢個套餐，折咗就7880蚊就有埋呢個套餐㗎啦。咁仲有一個豪啲嘅就萬幾蚊嘅，咁一個海味就有10色嘅，10色海味有翅啊。有花膠筒啊嗰啲咯，嗰啲就貴咗喺個。係啊，係啦，海味唔同嘅。你哋就冠南華就包晒㗎啦。包晒嘅，係啦。如果包埋大妗姐要幾多錢？大妗姐如果半晝就4000零蚊。而家嘅冠南華呢係全女班嘅，一開始係因為服務越嚟越貼身，傳統嘅男師傅都要退役落嚟 ，Winnie 就覺得喺服務中都會多份溫柔。以前都有我哋請售貨員唔可以寫男女㗎嘛。好得意嘅，有時請售貨員，因為有時我哋而家已經要入去幫佢試埋身着埋，尤其是中西式。你見到我好多媽咪衫以前係冇噶嘛，咁點入去着咧？咁我話我要幫媽咪着衫，新娘着衫，即係嗰啲男士打，我唔介意，我真係俾你激死。我覺得如果我代翻入係我自己係一個新娘，我會比較喜歡一個女士去服務我咯。咁 Winnie 有冇着過冠南華嘅裙？有，我出嫁都係着冠南華嘅裙。有冇話因為你本身做呢一樣嘢啦，所以係你講得啱啦。我本身着咗呢樣嘢，我反而我就冇乜咁精挑細選嘅，真係，因為日日對住啊嘛。嗰時我老公咧就仲認真過我，因為佢未着過馬褂啊嘛。哇！佢支整咁搞好耐啊，佢又照鏡，又依樣又嗰樣，揸住龍爪又喺度試金鏈。嗰樣嘢原來你係人生第一次咧，你就會特別興奮啊，同埋咧好開心啊！你着褂一路收啲金器啊，一路襯咁樣。原來金器同個褂係咁配搭嘅，係啊。Winnie 嘅仔 Tommy 一直都有參與冠南華大小業務，試新男裝馬褂、影 model 相，仲搞埋網頁同 social media。喺加拿大讀完書翻嚟 ，Tommy 又會點樣繼續幫媽媽呢？咁就希望翻可以帶翻個新形象俾我哋嘅客人啦。咁其實咧好多人都覺得好老土啦，以前咁當我睇到翻呢啲新一啲嘅 model 相之後咧，都會對呢個想法有所改變嘅。目前我就做緊IT 部門啦，咁就我希望可以將公司嘅系統可以現代化少少先，上網 click 一 click 就可以見到有咩衫而家可以 available， 甚至可以佢哋自己 book 到，咁樣可以減低呢啲行政上嘅繁重嘅時間啦，同埋精力咁樣嘅。咁我生活咗喺溫哥華11年啦，咁其實我身邊嘅所有嘅朋友仔咧，佢哋都係會有聽過，甚至都會幾了解嘅，知道嘅 information 咧都係嚟自佢哋爸爸媽媽。咁可能佢哋自己知道，但係唔會特別熱衷去我一定要揀裙褂着裙褂咁樣嘅。我哋嘅裙褂咧係一個婚禮嘅靈魂啊！所有嘅刺繡啊，其實都係一個我哋嘅師傅嘅有溫度喺裏邊嘅，係有靈魂喺裏邊嘅。我相信所有識得我媽咪嘅人都係對佢非常之 respect，因為佢係真係犧牲咗佢生活上面好多嘢，可能甚至喺屋企嘅時間，我都細個嘅時候，可能真係一個禮拜見到佢幾個鐘嘅啫，因為佢基本上佢嘅所有生命就係付出咗喺俾呢間公司咯。佢一個人咧，後期嘅時候係好辛苦，因為佢要做晒所有部門要做嘅嘢。咁可能清潔部又係佢，即係總務部啊，訂啲雜件啊都係佢，咁啊搬嘢又係佢，去揾貨都係佢。係啊，咁佢我覺得佢係一個非常了不起嘅媽咪嚟嘅。Winnie 係傳統嘅3代傳人，喺外地讀書，自己創業，後來接手家族生意，保留傳統之下，又有自己嘅突破。今時今日睇，簡直係成功嘅商界精英故事。而 Winnie 又有冇諗過冠南華接落嚟嘅10年會係點呢？你而家講，譬如講緊成傳咧，我覺得個精神就係首先你要保住我呢個品牌嘅質素啦，我呢個品牌嘅名聲啦，你唔好做完一單生意咧，俾人網上啊又投訴你呢樣話，我都幾相信係我有投訴應該都好少噶啦啩。我哋呢個行業咧就係一生人做你一次嘅啫，一對新人係咪？所以你一定要去
最主要就係你介紹翻下俾我哋，你介紹朋友、介紹親戚咯，即係一定要做到呢個承傳先得出品質啊、服務啊。如果我交俾第4代嘅責任，就係我希望你好過我，我希望你帶到一啲新思維，你係駕馭我，等於我當初我接手嘅時候，我有啲乜嘢嘅思維，我話呢樣唔好，嗰樣唔好，我要呢樣嘢我要停，嗰樣嘢我要改變。咁我亦都希望我下一代係你叻過我最好，即係有商有量咯。冠南華明白傳統婚禮嘅繁瑣，而所有提供嘅服務都只係希望新人可以好好享受婚禮。Hello， 我係冠南華嘅 Winnie， 我希望我公司嘅裙褂可以帶到俾全部嘅新人滿滿嘅幸福，將快樂一代一代咁承傳落去。呢個就係我哋冠南華嘅香港製造。有興趣了解更多香港製造，就記得留言分享呢條片同訂閱我哋啦。我哋其實咧第一代嗰時就係唔係叫冠南華㗎，我爺嗰時。咁直至我哋喺一路喺上海街，我話俾你聽好多間裙褂店一齊嘅。咁我開咗第一間公司之後咧，就自然隔離咧又開一間頂佢生意啊。咁我阿爸咧就嗰時就我再開一間要頂翻你轉頭，類似係咁樣嘅，即係有 A 啦 ，A 係我哋啦，咁 B 又開喺隔離嗰間 B 咧就叫做南華。咁我老豆就開多一間 C 就叫做冠南華啦。咁然後咧最成功就係冠南華。咁 A 同埋 B 慢慢都冇咗啦，咪就係要冠咗你個南華咯，因為你叫南華啊嘛。係真係咁樣，真係咁樣係典故嚟㗎。即係但係呢個行業就係我哋一向都係做開呢個行業嘅，但係只不過唔係呢個名。之前係叫做嫦娥嘅。嫦娥啊？嗯。即係飛上。係啊，嫦娥梗係唔好啦，一年見一次係咪啊？